重生回到继妹放火后1分钟。这时我没有等待未婚夫周明轩过来救我，而是直接砸开窗户从窗口跳下。再抬头，只见周明轩也没有再选择救我，而是转头抱了继妹出来。我顿时明白，他也重生了。上一世他冲过火海撞开门，把我护在怀里往外冲。我虽然活了下来，但还是因为烧伤严重在床上躺了3年。那3年，周明轩恨极了继妹苏婉婉，因为是他的房间起的火。后来我病情恶化没扛过去，死后周明轩将怒火全发泄在了继妹身上，他折磨她，羞辱她，让她日夜跪在我遗像前赔罪。可3年后，他却因为日久生情爱上了苏婉婉。睁开眼，浓烟灌进肺里，耳边是噼啪的火声。这次我没有等他，我抓起房间的椅子狠狠砸向窗户，玻璃碎裂的瞬间，新鲜空气涌了进来。我翻出窗外，双手吊在窗沿上，松手落地时，膝盖和脚踝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我倒在绿化带里，抬头看我逃出来的2楼窗口，里面正往外翻涌着黑烟。而旁边苏婉婉的房间里，周明轩抱着她出现，比对了一下高度后果断转身。不到2分钟后，旁边后门的铁门被撞开，周明轩护着苏婉婉冲了出来，他用外套捂着她的口鼻，自己脸上被熏得灰黑，眼神异常冷静。我躺在冰冷的泥地里，看着他把她护在怀里，看着他那双眼睛，那里面的紧张和担忧，我上辈子还活着时也见过，只是这次的对象不是我。我没有喊他，我只是静静看着他带着他从安全通道出来，看着他的脚刚迈出铁门，他就一把将他揽进怀里，后背微微颤抖。我收回目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腿，血顺着小腿淌下来，染红了袜子和鞋面，很疼，但比上辈子临死前那一刻要好受多了。我撑着地面站起来，这辈子我不会再等任何人了。出院手续是我自己办的，护士让家属签字。我将爸爸林建国叫过来，他接过笔，搭了把我的肩，清了清嗓子：初夏，一家人嘛，过了就过了。明轩去救婉婉也不是故意的，只是他相信你可以自己处理。你妈陈桂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家的厂子还指着顾家帮忙呢。回家之后你主动说2句软话，这事就算结过去了。接什么事？就是你们姐妹之间的事，你大让着点。我膝盖上的口子有2厘米深，是谁让着谁？林建国哑了一下，又搬出那套说辞，什么家和万事兴，什么都是一家人，什么你妈是刀子嘴豆腐心，一套一套的，说得行云流水。我没接他的话，等他说完，直接开口：爸，这场火是从苏婉婉的房间烧起来的。走廊里安静了一瞬，苏婉婉就站在3步外，脸色刷得白了。什么意思？林建国皱起眉。消防队说起火点在2楼最东边的房间，那间住的是谁？爸，你知道的。苏婉婉手微微抖了一下，随即率先开口，声音里带着哭腔：姐，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故意的吗？我怎么可能？周明轩从旁边走上来，脸色沉了下去。林初夏，你到底想说什么？婉婉一个人在屋里，要不是我进去把她拉出来，她就被烧死了。你这时候说这种话，什么意思？他护在苏婉婉身前，挡住了她的脸，很熟悉的动作。我前世断气之前，他也是这样挡在她面前的。我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陈述事实。还有，我打断周明轩，直接看向他，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我们的婚约解了吧？走廊里一下子像被按了静音键，陈桂芳第一个反应过来，声音拔高了8度：你说什么？解婚约？我嫌他脏。周明轩的脸色在瞬间难看到了极点，他盯着我，眼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不像愤怒，更像是慌张。你说清楚，什么叫嫌我脏？字面意思。陈桂芳冲上来要拉我，被一只突然伸出的手挡住了。我转头看到一个陌生男人站在护士台旁边，手里拿着刚取的号码牌，另一只手随手搭在陈桂芳手臂上，没使劲，只是挡住了他。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旧的工作服，上面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机油，个子很高，皮肤晒得深，眉眼长得棱角分明，站在这间消毒水味浓重的医院走廊里，有点格格不入。大妈，他声音有点哑，语气很平，在医院里别动手。陈桂芳怔了一下，气势被压了压，随即冲着他嚷：你是谁？少管闲事！修理厂的，之前帮你们修过车。他放下手，低头看了我一眼。你是林初夏，办完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转向护士台，把号码牌递过去，让护士帮他问个流程，顺手把身后的椅子挪了一把，推到我旁边，冲我低了下头，意思很明显，让我坐。脚踝还肿着，我没推辞，坐了下去。周明轩在旁边看着这一幕，脸色又沉了一层。他叫陆星野，前世这个人的修理厂和周明轩的家族有些生意来往，周明轩嫌他碍事，没少在背后使绊子，把他逼得几乎倾家荡产。前世我死的时候，他刚撑过了最难的那一关，后来他怎么样了？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从医院出来，周明轩让陈桂芳来追我，说婚约的事没谈清楚，让我回去好好说。我拦了辆出租车，关上了门，车子开出去没多远，手机震了一下，是陆星野发来的消息：医药费我先垫了，不结婚，有了给我就行。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一会儿，回了2个字：记账。他那边回了一个好字。回到出租屋，火已经灭了，房子烧掉了大半，只剩几间勉强能住，早被别的房客占了。林建国提前到，
正在跟房东吵赔偿的事。陈桂芳看我回来，第一句话是：去哪儿了？家里这个情况你不知道来帮忙？哪是家？我看了眼废墟，陈桂芳被噎了一下，随即说：暂时先住房东给的备用房，地方小，你先将就住杂物间，我和你爸还有婉婉住那边。杂物间，我扫了一眼，露天的棚子堆着旧床垫，角落里挂着蜘蛛网，屋顶有个破洞。现在天色快暗了，风吹进来带着泥土的潮气。不住，我说。陈桂芳皱眉，你说什么？我搬出去。我把废墟里还能用的几件衣服捡出来，装进一个塑料袋，拎起来就走。林建国追上来，又是那一套。外面多费钱，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闹的？你妈就是说话难听，心里还是向着你的。一句一句的，软磨硬泡。我一个字没有回。出了那条巷子，廉租房在陆星野修理厂对面，1个月350，房东是个不多话的老头。我交了押金，把锁换了，把那扇门关上的一瞬间，忽然觉得胸口松了一大口气。傍晚，有人敲门，是苏婉婉，她手里抱着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脸上带着那种外人看了会觉得她善良的笑。姐，我来看看你，这床被子你先用着，我怕你这边没有。说着，她抬起手顺了顺头发，那个动作露出了她手里握着的手机，新款。壳上印着几个小字，是周明轩送她的生日礼物。我把门开大了一些，从她手里接过那床被子，转手放在走廊地上，平静地看着她。苏婉婉脸上的笑僵了一瞬。姐，谢了，不需要。门关上了，走廊里安静了几秒，随后传来苏婉婉下楼的脚步声，轻快的，甚至带着点雀跃。我拉开窗帘，看着她走出楼道，上了停在路边的那辆车，是周明轩的车，引擎盖在路灯下反着光。我把窗帘放下来，坐回床边，打开手机，开始搜索附近还在招人的夜市摊位。这辈子的事我自己来。夜市摆摊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摊位是自己找的，在镇上夜市最里头的一排，月租600，租给我的是个40多岁的大姐。她说上一个摊主嫌位置偏，干了半个月跑了。我签了3个月的合同，把全部家当摆上去，一口铁锅，一个煤气罐，5斤隔夜饭，2颗葱，炒饭是自己研究的。林家从来不让我进厨房，说食物的气味影响苏婉婉学习，所以前世的我什么都不会做。住院那几年，把攒下的工钱全花在外卖上。那时候周明轩给我带过几次饭，我感激涕零，觉得他对我好极了。后来死了，才明白那叫施舍。这辈子廉租的房东老头会做饭，我在他这里蹭了几顿，偷偷记下了火候和配料，又花了1个星期在小电磁炉上反复练，把手背烫了2道口子，才算摸出了点门道。第一天开摊，来了3个客人，卖出去2份，多的那份自己吃了。1个月后，门口排起了队。这天晚上队排得很长，吵到手腕发酸。摊位前的人慢慢散了，我低头擦锅，听到前面有人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刻意放轻的声音说：老板，来1份炒饭。抬起头，苏婉婉站在摊位对面，脸上挂着那种我是下来体察民情的笑，一丝不差地对着我。周明轩站在他旁边，2手插兜，目光落在我脸上，停了1秒。20，我报价，把锅架上去。苏婉婉轻轻哎呀了一声。姐，你这也太辛苦了，又是烟又是油的，对皮肤不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开口啊。他从包里掏出1张50递过来。不用找了，当妹妹给姐姐的心意。我把50接过来，找了他30块，整整齐齐叠好放在他手心里。规矩就是规矩。苏婉婉顿了顿，收回手。周明轩皱了皱眉，目光在我脸上逗留。我没有看他，炒饭装盒递过去，喊下一位。他们没走，坐在旁边的矮凳上。苏婉婉扒了2口，说：好吃啊，声音甜得齁人。周明轩动了2下筷子，又停下来，一直看着我。我假装看不见。没多久，夜市里传来一阵很响的嗓门，陆星也大步走过来，后面跟着修理厂的几个兄弟，7、8个大男人把我的小摊围了个严实。长风一开口就是：老板，你家炒饭是真的香，我们老大天天念叨。陆星也在旁边没说话，抬眼看了我一下，在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来，把手里拎着的一袋鸡蛋往摊子上一放。算材料费。我愣了愣，把鸡蛋推回去。不收。他把鸡蛋推回来。我高兴。旁边的兄弟哄笑，声音大的整条夜市都听得见。有人回头看，顺手夸了2句，说这摊生意真好。摊位前的人越聚越多，我忙得根本顾不上别的。等那一波热闹散去，周明轩和苏婉婉还坐着。周明轩站起来，走近了2步，声音压低：你跟陆星野什么关系？客人和摊主。他一个修理厂的，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配不上你。我把最后一个空碗落好，平静地看向他。配不上这种话，应该是我来说你，而不是你来说别人。周明轩脸色一下子沉下来。陆星也在摊位旁边站起来了，手里拎着一把活动扳手，不轻不重地搭在掌心，笑着看向周明轩。我这人有点职业病，看见螺丝没拧紧的就想拧一下。周明轩盯着那把扳手，定了2秒，扯了扯嘴角，转头带着苏婉婉走了。麻烦没跟着走。陈桂芳是在我快收摊的时候到的，她站在夜市入口，一眼看到我的摊位招牌，脸色变了，大步走过来，还没到跟前，嗓门已经出来了：林初夏，你给我站住！你出来摆这个摊，你让我和你爸的脸往哪搁？你知不知道有多丢人？夜市里本来嘈杂，
他这一嗓子把周围的人都喊回了头。白眼狼，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就是这么回报的。说你不孝顺，你还觉得委屈？陈桂芳越说越激动，伸手将我摊位上还没收好的装饭盒扫了下去，碗碟哗哗啦啦砸在地上，碎了几个。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小声嘀咕，说这孩子不懂事，出来摆摊丢父母的脸。我没有哭，蹲下来，从摊位底下的收纳格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打开，抽出一叠转账截图，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张一张念出来。去年3月给家里还水费电费420，6月家里买冰箱我出了1800，8月苏婉婉补习班报名费3000我转的。陈桂芳想过来抢，被旁边的人拦住了。11月买米买油买盐360。我把那叠纸展开，让周围的人都看清楚。从我回林家到离开，前后往家里贴了将近14000块。妈，我算不出来含辛茹苦这4个字到底是怎么算的。周围安静了几秒，随后有人开口，孩子养活自己还往家里贴，妈妈这话说的。声音越来越多，陈桂芳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里还在动，声音却越来越小。最后裹紧外套，匆匆走了。夜市里恢复了嘈杂，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把地上碎掉的碗片扫起来，装进垃圾袋。陆星也蹲在旁边，一片一片帮着捡，没说话。等全部收拾好，他从旁边小卖部拎回来一瓶牛奶，还是热的，放在我手心里。好，3块钱一瓶，握在掌心里有点烫，喝了一口，喉咙里说不上来的什么东西淡了一些。复读报名的截止日期是下个月初，报名要户口本，这本来不该是麻烦，户口本一直放在林家的抽屉里，回去拿就行。但我去了3次，林建国每次都说找不到，语气客气，态度温吞，眼神往别处飘。第3次，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没进去，原路回来，给陆星也发消息，说遇到了麻烦。他回了4个字：我来接你。第2天，林建国自己打来电话，说户口本找到了，让我回去拿，顺带说有点事想聊聊。我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是去了。进门，苏婉婉坐在沙发上，眼睛红着，像刚哭过。陈桂芳坐在旁边，看到我进来，叹了口气，一副有话要说但很为难的神情。林建国清了清嗓子，把来意说的体面而合情合理。苏婉婉在学校拿了同学的一支钢笔，被人发现，学校要记处分，一旦记了处分，保送资格就彻底没了。说这些的时候，苏婉婉就在旁边低着头抹眼泪，肩膀轻轻抖着，抖得恰到好处。处分可以让别人顶替。林建国顿了顿，你来顶，什么事都没有，户口本马上给你。我没有立刻说话，陈桂芳接上来，语气软了些。初夏，你又不考保送，顶一个处分对你没影响。婉婉这孩子不容易，就差这一步了。你是姐姐，帮衬一把，以后婉婉出息了，能忘了你这个姐。一套话说完，两个人都看着我。苏婉婉从指缝里抬起眼，看了我一眼，飞快地低下去。我在心里呼出一口气，慢慢点了点头。行，我答应你们。陈桂芳和林建国对视了一眼，都松了口气。苏婉婉的肩膀不再抖了，我把手伸进口袋，攥住手机，录音键在1分钟前已经按下去了。接下来2天，他们把我当自己人，说话不再掖着藏着，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去学校说，怎么配合，材料怎么写，我一条一条答应下来，录音一条一条存进手机里。周明轩在第2天晚上来找我，他拦住我下班的路，递过来一张银行卡，说里面有5万，让我收下，当做帮这个忙的报答，顺带让我别再缠着林家，他已经很累了，你们凑在一起谁都不好过。我把那张卡握在手心里，感受了一下它的重量，5万，钱是我躺在林家养伤贴进去的不止这个数，现在他用5万来买我的一辈子。周明轩，我用那张卡在他手背上轻轻弹了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护在身后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你会怎么想？他皱眉，什么意思？没什么，钱留着，将来用得上。我把卡还给他。报名最后一天的早上，我带着陆星野还有他托人联系的一位派出所熟识民警一起去了林家。民警姓王，戴眼镜，说话客气，但林建国一看到他脸色就不对了。王警官说他收到举报，有人试图伪造在校学生处分记录，涉及相关人员需要配合笔录。说这话的时候，他把我提前整理好的录音记录和材料平放在林建国面前的茶几上。林建国手抖了一下，把茶杯放下来，瓷和木头碰撞的声音很轻，却像是敲在了什么东西上。苏婉婉从内屋听到动静出来，站在门口，看到我和民警，脸色一下子白了。户口本在10分钟后到了我手里。林建国全程没说话，陈桂芳坐在沙发上，表情像是什么东西碎掉了。苏婉婉的保送资格最终没保住，偷窃的是学校没压下去，处分该记的还是记了。周明轩知道之后，动用了能用的所有关系，3天之内把苏婉婉的丑闻从各处压下去。然后我报名的那所复读学校通知我说名额满了，不接受插班，去了另外2所，回复一样。第4所、第5所答案没有变过。1天之内，周明轩把我附近所有能报名的复读学校封了个干净。下午3点，我站在最后那所学校的门口，太阳还很大，把地面晒得发白。一辆车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周明轩坐在里面，嘴角扯起一点，想清楚了，跟我对着干就是这个下场。他以为我会崩溃，会哭，会低头求他通融。我往前走了2步，
走到那辆车跟前，把手伸进随身的布包里，慢慢摸出一个 U 盘，拿在指尖掂了掂。明轩，我低下头，对着那扇车窗，声音很平，你猜猜，这里面装的是不是那天火灾苏婉婉泼汽油的完整监控？周明轩的笑容凝住了，车里没有了任何声音。周明轩的手从车窗里伸出来，直接向 U 盘抓过来。他动作很快，但他忘了我站的位置离路边有2步距离，我往后退了1步 ，U 盘攥在掌心，没让他碰到。他推开车门下来，脸上那点笑彻底没了，压低声音：“你从哪弄来的？别给我在这演戏，弄没弄来你最清楚。”周明轩盯着我手里的 U 盘，眼神变了好几次。那栋出租屋的楼道里安装了摄像头，是房东装的。他大概以为火灾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烧了，包括那些录像，但他忘了数据备份这件事，只要提前做了，火烧不掉的。钱是我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这辈子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那个物业的网络摄像头供应商，把备份数据调出来，完整的，但时间戳清晰到连苏婉婉裙摆的花色都看得清楚。他要向我迈出第2步，旁边停着的一辆摩托车轰了一声，陆星也从车上跳下来，走到我和周明轩中间，挡住他的路，垂着眼皮看他。你要干嘛？周明轩站住了，陆星也没有抬手，就那么站着，一双手自然垂在两侧。也许是因为他比周明轩高出将近1个头，也许是因为他那身沾着机油的功夫比周明轩的西装更让人觉得不好惹。周明轩的脚步停在了原地，我绕过陆星野，走到他面前。周明轩，我不打算现在报警。他眼神一动，但我有个条件，条件不复杂，他在市区的商铺那间地段最好的门面房，产权转给我，作为他读我学校的补偿。周明轩听完沉默了将近1分钟，那1分钟里，他把 U 盘看了一眼又一眼，把我也打量了一眼又一眼，像是在算什么账。最后他答应了。签字那天，周明轩穿了件很正式的衬衫，坐在公证处的椅子上，手里拿着笔，在合同上停了很久才落下去，抬起头看我：你如果出尔反尔，我言出必行，我把合同收好，不像某些人。他嘴角动了动，没说话，起身走了。那个门面房3个月后变成了一家快餐店，店名叫初夏，挂红灯笼，用的还是夜市那口铁锅，但规模大了，请了3个帮工，中午排队能排到门口的第2根电线杆那里。陆星野第一天来捧场，坐在靠窗的位置，点了2份，吃完了1份，把另一份往旁边一推，叫我坐下来吃。忙了一上午了，坐这，我在他对面坐下来，扒了2口，抬头看他：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看？他说没有多解释，低头喝汤。我知道他不只是过来看看，开业前后这段时间装修出问题他来帮盯过，进货车出了麻烦他帮联系的人，收银机器坏了也是他找人来修的。每次我问他都说顺路，我没有拆穿他，把那份他推过来的炒饭吃完了。苏婉婉参加了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陈桂芳打电话来哭，说婉婉考了280，连大专线都没到。我在后厨听到电话，嗯了一声，把锅端下来，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没过3个月，麻烦来了，是陈桂芳带头拉着镇上的几门亲戚，7、8个人，大中午的推开我店门冲进来，先翻了2张桌子，碗碟砸了一地，正在吃饭的客人全跳起来往角落里躲。陈桂芳站在店中间，扯着嗓子嚷：这店是我女儿开的，我来看自己家的产业，谁管得着？我从后厨走出来，陈桂芳指着我：林初夏，你赚了钱不惦记家里，对得起谁？完完以后的事，你当姐姐的不出一把力，你的良心叫狗吃了是不是？这店就该有我们一份。旁边的亲戚跟着附和，什么手足情深，什么父母养你一场，说的情深意重，像是我欠了他们整个家族的。我让帮工把后厨的门带上，保护食材，转过身，从柜台后面拿出2份文件，一份是我早就准备好的断绝关系协议书，一份是当初替林家还债的所有欠条原件，当着一店子客人的面展开来，逐条念。念到第3条的时候，陈桂芳的声音小了，念到第7条，她不说话了。那几门亲戚面面相觑，有人开始往门口挪。陆星也带着一位律师从店外走进来，那位律师挎着公文包，把名片一人递了一张，说了一句：各位留步，以寻衅滋事当场固证，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现在报警。亲戚们把名片捏在手里，又看了看店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对准店内的那个摄像头，陆续出了门。陈桂芳站在原地盯着我看了很久，眼圈忽然红了，颤着声说：初夏，你翅膀硬了，妈管不了你了，你就当没我这个妈吧。我看着他，妈，是你先这么过的。他愣了一下，哭着走了。那之后，林家的债务越堆越高，苏婉婉在家里天天摔东西，陈桂芳和林建国2个人轮番哄，哄不住，家里吵架声从早到晚。我开了第2家分店，周明轩的家族企业撑了1年多，还是倒了，倒得很快，像一根腿本来就已经断了的桌子，只是一直撑着，哪天撑不住了，轰的一声，彻底散架。资金链的问题从他那年读我学校就开始了，用来打点关系的钱，还有后来接连补窟窿的钱，层层叠叠压下来就垮了。他来找我那天，我正在新开的第2家分店里合账，外面通报说有人找我，抬起头看到周明轩站在门口，比上次见他瘦了些，西装的肩线还是挺阔的，但人缩在里面，不那么撑得起来了。他说了很多话，说当初是他的错，
说他对不住我，说这些年想了很多，觉得当时的选择太草率，说他和苏婉婉之间其实没那么深的感情，说我们那时候才是真的志同道合。我坐在那里听他说完，拿起旁边的一杯水，凉的，放了将近1个小时，水面上都沁了些凉气。我把杯子端起来，平平稳稳泼在了他脸上，水从他额头往下淌，打湿了衬衫领口。他没来得及躲，僵在原地，睫毛上挂着水珠。滚！我把空杯子放回桌上，下次再来我报警。他张了张嘴，最终没说话，转身走了。苏婉婉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周明轩来过，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阴阳怪气地问：姐，是不是有人来找你诉苦了？语气夹枪带棒。等我没反应，他开始哭，说他命苦，说我抢走了他所有的东西，说这一切都是我害的。我把电话从耳朵边挪开，放在桌上，听他哭了大概3分钟，挂掉。后来听说他和周明轩大吵了一架，周明轩嫌他不省心，苏婉婉摔了杯子，2个人在租住的房子里闹到邻居来敲墙。这些事我没有放在心上。陆星野的修理厂那段时间扩了规模，旁边的几个铺面一并盘下来，改成了汽车服务中心，做保养、做维修、做改装。后来又加了一个2手车评估的窗口，来的客人多了，他又招了人，自己开始不用每天扎在厂里，偶尔过来我这边，坐在靠窗的老位置，点同样的2份炒饭。那天下午，他坐在那里，把碗推过来，跟往常一样，你吃。我坐过去，低头扒饭，吃了2口，抬起头，他正在看我，没有说话，眼神平静，但有点不太一样。我说什么？说吧。他顿了一下，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猜到了。他把手放在桌上，没有握我，就放着。你要是不想，就当我没说。我没说不想。我低下头继续扒饭，但说清楚，别让我猜。沉默了几秒，他清了清嗓子，我喜欢你，从你摊位刚开那会儿就喜欢了，一直没说是因为你那时候是多，说了怕给你添乱。我把碗放下来，看他，就这些，就这些，没有什么缠绵的话，没有下跪，没有鲜花，就是大白天坐在炒饭摊前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了一下，行。他眨了眨眼，行是答应了，不是答应是什么？他低下头，嘴角压了一下，压住了，又翘上去。那我以后不是客人了，你本来也不像个客人。我把碗重新推过去，你那份还没吃完。苏婉婉的动作发生在一个周3的凌晨，我本来就睡得浅，快3点的时候，手机上绑定的店铺监控软件震了2下，我打开来看，后厨的备用摄像头里有一个人影蹲在靠墙的那排调料架旁边，动作很小，但手里明显拿着什么东西。我没有打电话，直接打开录屏，把那段视频从头记录下来。苏婉婉不知道后厨换了一个备用摄像头，那个摄像头是上个月装的，装在不起眼的通风口角落里，探头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前世我不知道苏婉婉会这么做，这辈子我知道她被逼急了之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提前装了。20分钟后，2个警察和陆星野一起进了后厨，苏婉婉蹲在角落里，手里还握着那个小瓶子，看到人进来，脸白得像墙壁，嘴唇抖了半天，说句我没有，我只是来看看姐姐的店。警察把瓶子送去检测，结果出来是一种刺激性的腹泻药物，剂量不低。苏婉婉被带走的时候，鞋跟磕在地砖上，声音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第2天一早，林建国和陈桂芳跪在店门口，额头磕在地砖上，旁边有人来上班，跨过他们进门，谁也没有多看。陈桂芳哭着喊我的名字，初夏，妈求你，他只是一时糊涂，他还小，你不能看着他毁了。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把当天的备货单核了一遍，抬起头对着门口说了一句，把门带上。帮工把玻璃门轻轻拉上，陈桂芳的哭声隔着一层玻璃变得很遥远。苏婉婉的案子判得很快，投毒未遂加上之前的偷窃记录，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判了1年0 3个月。宣判那天我没有去法院，在店里备货，帮工进来说，小姐，判下来了。我应了一声，继续切菜。消息在镇上传得很快，街坊邻居嘴上不说，眼神会说。陈桂芳后来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姐把零钱找给她，目光落在她脸上，停了1秒，又移开，什么都没说，但陈桂芳还是听出来了，哭着空手回去，饭也没做。周明轩在苏婉婉进去之前，已经把2人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他在网上发了条声明，说自己被欺骗，感情受到了伤害，用词工整，逻辑顺畅，字里行间都是受害者的委屈。苏婉婉在看守所里得知这件事，据说当场把碗摔了，哭了整整1个晚上。我在朋友圈刷到周明轩那条声明，看了2眼，关掉了。周家企业撑到那年冬天彻底垮了，不是一下子没的，是一点一点漏干净的。先是合作方撤资，再是贷款到期，再是几个核心员工集体离职，最后连写字楼的租约都没续，家具都是法院来拉走的。周明轩成了老赖，照片被贴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打了马赛克，还是被人认出来，截图发到本地论坛上，配了个标题，说当年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我是从陆星野那里知道这件事的，他随手把截图发给我，附带一句看看就行。我回了个没再说什么。那年春节前，我和陆星野去市里参加了一个青年企业家交流会，主办方拍了合影，刊在当地晚报上，后来又做成了滚动播放的广告片，挂在市中心最大的那块电子屏上。听长风说，有人在那块屏幕下面看到了周明轩，说他站在那里仰着头看了很久，
最后把手里的一只塑料袋换了个手，低着头走了。他当时在捡废品，那条街他很熟，以前是他常去的商圈。我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想象中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只是平的像一潭死水，投什么石子进去都不起波纹了。过年，陆星也带我回了他老家，他家在县里，离镇上2个小时的车程，是一栋2层的砖瓦房，院子里种着菜，门口拴着一条黄狗。看见陌生人冲过来叫，被陆星爷一声坐下镇住了，乖乖缩了回去。他爸是个沉默的庄稼汉，握了我的手，说了句丫头来了，快进。转身进屋烧水，没有多余的话，但把家里最好的那把椅子搬出来放到我跟前。他妈围着围裙跑出来，把我从头打量到脚，眼睛亮着。星爷说你能干，果然眼神就不一样。然后拉着我手进了厨房，说帮不帮忙都行，就是陪他说说话。我在那个厨房里切了一下午的菜，没有人说你要听话，没有人说你比不上谁。陆星爷的妈妈一边炒菜一边和我说村里东家长西家短，说到陆星爷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摔了3次都不肯哭，说完自己先笑起来。烟火气从锅里漫上来。厨房的小窗外是一棵光秃秃的柿子树，枝丫上还挂着2个没摘下来的干柿子，红得很鲜。吃饭的时候，陆星野的爸爸给我夹了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没说话。那块肉我吃下去，眼眶有点发酸，低下头扒了2口饭，压住了。回去的路上，夜很黑，陆星野开着车，我靠在副驾座椅上，看着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跑，开口问他：“你爸妈知道我家里的事吗？”“知道。”他说。我说了还让你带我回去，说了才让我带你回去。他换了一个档。我妈说，没娘家撑腰的人，婆家要更疼。我转头看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谢谢你妈。陆星也没接话，伸手把车里的暖风调大了1格。婚期定在第2年的5月，没有大操大办，就在市里一家不大的酒店摆了20桌，请的都是平时真正来往的人。林建国在婚期定下来的前2个月查出了肺癌。陈桂芳打来电话，哭了很长一段，反复说你爸命不好，反复说你是亲骨肉，反复说家里现在真的拿不出钱来，绕了一大圈，绕回来落脚的地方只有一个，让我出治疗费。我在电话这头等他哭完，开口，我每个月按时给赡养费打到你的卡上，治疗的事你们自己安排。就这些。陈桂芳的声音哽住了，初夏，那是你爸，他病着，你就妈。我说他在不在，你打不打这个电话，我每个月的钱都是按时给的，1分不少，这是我的责任。我尽到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压抑的哭声，越来越大。我等了一会儿，我挂了。后来听说陈桂芳拿着我给的赡养费，东借西凑，给林建国做了手术。手术后在医院走廊里坐了很久。逢人就说，早知道当初就该对初夏好一点。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核心1季度的账目。我把账翻到下一页，继续看数字。仓库起火是在一个周2的半夜。陆星野的汽车服务中心扩张之后，在郊区新租了一个大仓库，存着大批备用零件和当季库存。那批货进价不低，出了事就是一大笔损失。消防车赶到的时候，仓库已经烧了将近1半。我赶到现场，看到陆星野正在从消防员手里抢防火毯，长风死死拉着他，2个人争得脸都红了。长风喊：“老大，你进去干什么？那都是钱，不是命。”陆星野把防火毯裹上身，推开长风，冲进去了。我站在警戒线外，盯着那扇被浓烟吞掉的仓库大门，一秒一秒地数。我数到97的时候，消防员把他抬出来了，意识已经不清醒，后脑磕了一下，头发上有血，烟把飞枪坏了。医生说要观察，用了随时可能这4个字，后面是什么我没听清，脑子里一下子空了。急救室的门关上，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把手放在膝盖上，盯着地砖上的某条缝隙，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那场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仓库的门锁是好的，窗户是锁死的。监控拍到的是一个戴帽子的人翻墙进去，手里拎着东西，10分钟后跑出来，火跟着起来了。这不是意外失火，有人故意的。我用了3天查这件事，陆星也昏迷着。我白天在医院陪他，晚上回去调监控，拼拼凑凑把那条路线从头到尾走了一遍。最后在距离仓库4条街的一家快餐店的停车场监控里找到了那顶帽子，帽子下面的脸是周明轩的。我把所有证据整理好，打印出来，装进文件袋，送去了警察局。周明轩落网的那天，长风发消息告诉我，我把手机放下来，看了看病床上陆星野的脸色，比昨天好一点，眼皮有轻微的动。开庭那天，周明轩被带上法庭，我坐在旁听席。他进来的时候往这边看了一眼，找到我的位置，停了几秒，移开了。法官宣读罪状，周明轩突然站起来，被法警按住，他挣扎着，声音很大，说了很多听起来不连贯的话，说这一切不该是这样的，说我明明是重来过的，说他抢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旁听席有人开始交头接耳，有人皱眉，有人往旁边挪了挪身子，觉得这个人大约是脑子出了问题。法警强行把他按回椅子上，法官敲了一下桌子，庭审继续。最终故意纵火罪加上之前未了结的债务诈骗，周明轩被判了11年，当庭收押。我从旁听席站起来，穿过人群，走出了法院大门。外面天很蓝，没有云，风吹过来，
把路边悬铃木的叶子翻了个面，哗啦一声又落回去。我深吸了一口气，掏出手机给医院发了条消息，问今天检查结果怎么样了。护士回，今天状态明显好转，有自主呼吸了，医生说近2天就能醒。我把手机握在手心里，靠着法院门口的石柱站了一会儿，眼眶有点烫，低下头忍了一下，忍住了。陆星爷醒来是第2天早上，我在病床边上趴着睡着了，被护士推了一下，抬起头，迷糊里先是闻到了消毒水味，然后看见病床上他半睁着眼，嘴唇动了一下，声音沙得很重，你脸上压红了。我愣了2秒，没忍住，眼泪掉下来了。他动了动手，把我的手握住，没说话，就这样握着，也没什么好说的，说什么都多余。后来生意上的事反而峰回路转，那场火让陆星野的仓库损失惨重，但也引来了不少关注。有2个原本在观望的投资人主动来谈合作，说看中的就是他在最难的时候稳住了团队，没有散架的那口气。陆星野的连锁汽车服务中心在那年年底正式扩展到了隔壁2个城市。我这边连锁快餐的最后几家门店谈妥了加盟协议，整个品牌在年底完成了融资，估值翻了将近3倍。苏婉婉在那年秋天出狱，比原判减了2个月，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周明轩也进去了，辗转打听到消息，据说当场坐在墙角哭了很久。长风去接货路过看守所门口，回来说亲眼看见他从门口出来，一个人提着一个破布袋，站了很久，没有人来接他。我听完没说什么，有些人的结局不需要我来推一把，他一步一步走到这里，每一步都是他自己选的。林建国走的那天是个阴天，陈桂芳打电话来说走得很平静，睡过去的，没什么痛苦。我在电话里应了一声，问了几句后事安排的事，说了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告诉我，挂了电话，坐在窗边发了一会儿呆，不是悲伤，是一种很奇怪的空，像一件很久以前放在柜子深处的旧东西。某天打开柜子，发现它已经不见了，找不到，但也想不起来它原来放的是哪个位置。陆星也从厨房端汤出来，看了我一眼，没有问，在我旁边坐下，把汤碗推过来。我喝了2口，说他走了。他说我不知道该不该难过。他沉默了一会儿，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就是什么感觉，不用想该不该。我把汤碗握在手心里，热度从掌心渗进来，暖的。窗外的天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但一直没下。林建国的后事，我出了这一份赡养的钱，没有多也没有少，一分不欠。陈桂芳后来的日子，我听过一些零散的消息，都是旁人说的，不是他自己来说的。他不再登我的门，也不打电话，偶尔有人说在我公司楼下看见过他，站在马路对面，仰着头朝楼上看，看了很久，始终没有走进来。我没有下去找他，也没有让人把他赶走。那年秋天，我在市里注册了一个慈善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因为家庭原因辍学的女孩。手续办下来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把基金会的名字写在一张白纸上，蒲公英助学基金。看了很久，名字是陆星爷取的，说蒲公英落在哪里都能生根，哪怕什么都没有也能长起来。第一批资助名单里有23个女孩，最小的11岁，最大的17岁，都是从各县镇的基层妇联那里报上来的。我把每一份档案翻了一遍，有几份看得眼眶发酸，低下头压了压，继续翻。陆星也在旁边陪我翻完，最后说你要是当初没撑过来，也就没有他们这23个了。我没回话，把档案摞好放进柜子。婚期定在5月底，我一直以为只要把宴席定好，把请帖发出去，就算是筹备了。结果发现自己想的太简单，单是请帖名单就列了3天。陆星也坐在我对面，提一个名字，我写一个，2个人从下午写到深夜。最后他起身，把笔从我手里拔出来，行了，睡吧。还没写完，明天继续。他把笔放到桌上，你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揉了揉眼睛，确实有点撑不住了。婚礼前1个星期，陆星也说有样东西要给我，蒙上我的眼睛。开了将近40分钟的车，把眼罩摘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一栋带院子的2层小楼，院门口2棵老槐树，树冠大的遮住了半边天。院子里一排向日葵开得正旺，顶着大脑袋，把整片地都染成黄色。我站在那里没说话，陆星也站在我旁边看了很久，知道你喜欢带院子的，喜欢向日葵，去年就开始找到这个，买下来了，一直没说多少钱。我问他，吃了一声，问价钱，我要还你一半。不要。他把院门推开，走进去看看。向日葵是他自己种的，院子东边还留了一块地，他说等我想种什么自己来弄。厨房是改过的，加宽了灶台，说我习惯站着炒菜，原来那个灶台太矮。卧室的窗朝东，早上能晒到太阳。他知道我睡觉怕黑，在床头装了一盏小夜灯，橙色的，光晕很柔和。我把每个房间都走了一遍，走回院子里，站在向日葵前，深吸了一口气。阳光从槐树的缝隙里筛下来，落在地上，碎碎的，一动一动。喜欢吗？他在院门口站着看我。喜欢。我回头看他，非常喜欢。他笑了一下，低下头，把院门上的一片枯叶摘下来，揉碎丢掉。婚礼那天没有邀请林家任何人，来的都是真正的朋友。陆星野那边的兄弟们来了一大帮，把后排坐得满满当当。长风领头，从我进门开始就在那里喊嫂子，
喊得响亮。陆星野的父母坐在前排，他妈穿了件大红棉袄，早上6点就到了，帮着布置花篮，把花摆得一歪，又亲手给摆正。典礼快结束的时候，陆星野说有个礼物要给我，他从西装内袋里取出来一本相册，递到我手上，打开看。我翻开第1页是一张照片，我在夜市摊子前炒饭，锅里油烟冒着，我扭头跟旁边的食客说话，嘴角弯着，光是头顶昏黄的灯把人照得很亮。翻到第2页是我在快餐店后厨合账，抬起头朝门口看，大概是察觉有人进来，眼神里带着那种专注后被打断的轻微惊讶，嘴角却是松着的。第3页、第4页、第5页，每一张我都在笑，或者将笑未笑，或者侧过头去忍住笑，每一张我大概都不知道他在拍。相册最后1页，他用钢笔写了一行字，你每一次笑我都想记下来。眼泪没有忍住，滴在相册的封面上，晕开一个圆。旁边有人鼓掌，长风带头喊了一声，喜堂里闹哄哄的。我低着头把相册攥在胸前，用力吸了一口气。陆星也弯下腰，在我耳边说，哭什么？今天是好事。我知道。我抬起头，眼眶还是红的，就是太好了。典礼结束，宾客还没散尽，酒店后巷的小路上，我和陆星也去取一件东西，拐进那条窄路，忽然看到一个人蜷坐在墙角的台阶上，衣服是破的，鞋底开了缝，头发长而凌乱，脸上的轮廓还能看出来，只是像一张被水泡皱了的纸，皱缩成了另一个样子。是周明轩。他抬起头看到我，眼神怔了很久，随后嘴唇抖起来，初夏。他跪下来了，动作很慢，膝盖磕在地上，咚的一声，沉闷的像是没有感觉到疼。他就那么跪着，仰着头看我，眼睛里是一种我见过的神情。前世临死的时候，我在冰冷里看到周明轩护着苏婉婉走远的背影，心里那种彻底碎掉的感觉大约就是这样。他现在把那个神情还回来了。初夏，他哑着声音，我对不住你，当年的事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对不起，我就是想说我后悔了，从来没有一天不后悔。他说了很多，我站在那里听他说完。风把后巷的落叶扫过来，堆在墙根，窸窸窣窣。周明轩跪在那堆叶子旁边，衣衫褴褛，已经不像一个人了，更像一个空了的壳子。他越狱出来找我，不知道在外面躲了几天，大约是今天这场婚礼的消息传出去，他找到了这里。我低下头看他，把手里的相册换了一只手握，平静地开口，周明轩，你还记得那场火吗？他愣了一下，你在安全通道门口停了一步。我说，你往回看了一眼，然后把苏婉婉推出去，门关上了。那个时候我在里面，你知道的。他嘴唇动了动，那一步是你自己迈的。我说，没有人逼你。后巷里没有别的声音，只有远处宴席里传来的说笑声，隐隐约约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漫进来，迟来的深情比草贱。我说，你连后悔的资格都不值什么，因为后悔管不了用，他换不回任何一件事。周明轩低下头，肩膀慢慢塌下去，跪在那里，再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陆星也一直站在我旁边，没有插话。这会转过身，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说了几个字，挂掉。不到10分钟，2个警察从巷口走进来，把周明轩从地上拎起来，套上手铐，往外带。周明轩走了几步，回过头，最后看了我一眼，我没有看他，转过身，和陆星也一起往回走。身后脚步声越来越远，拐过墙角，消失了。宴席上的人还在，长风正在起哄让陆星也喝酒，把杯子举得老高，陆星也接过去，一仰头干了。旁边一片叫好，我走回去，坐在他旁边，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把面前的一杯果汁推过来，没问什么，我喝了一口，笑了。后来的事一件一件都往好处走。周明轩被抓回去，越狱加上原判，数罪并罚，重新量刑。漫长的牢狱要做到他头发全白。苏婉婉在里面不消停，没过多久，因为和狱友起了冲突，被打成了骨折，出来的时候腿瘸着，后来再没有痊愈。陈桂芳在那年冬天没了，是最冷的那几天，有人在街边发现他的，说他蜷缩在一个商场的廊檐下，手里攥着什么东西，人已经走了，是冻的。送去的人说，展开他的手是一张旧照片，用塑料袋包着，保存得很仔细。照片里是我很小的时候，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笑得很傻。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这张照片，也不知道他带着他走了多久。当他办了身后事，买了墓地，立了碑，没有大操大办，就是一件该做的事做了。站在墓前，陆星也在我旁边，风把香烛的烟往旁边吹。我看着那块石碑，心里没有汹涌的东西，有的只是那种平，像把一本很沉的书合上，放回书架，那本书还在，但它的重量不再压着你了。走吧，陆星也说。我点了点头，转身。蒲公英基金会第3年，资助的女孩超过了300个，里面有的已经考上了大学。有人来信，写了很长，说谢谢，说他没有被放弃过。我把那封信看了2遍，折起来放进抽屉最里层。那年秋天，我怀孕了。陆星也知道的时候，正在拧一个水管的螺丝，拧了一半，工具掉在地上，捡起来又掉了，最后索性蹲在那里，抬起头，表情很认真。真的。他把工具放下，站起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走过来，把我揽进去，没有说话，就是抱着，很用力，不像平时那种随意，是那种怕什么东西会跑掉的用力。我没动，让他抱着。孩子是女儿，生下来皱巴巴的，哭声很大。护士抱给我看，我低头，
对上那双还没睁开的眼睛，眼眶一下子就热了。陆星也挨着床边站着，凑过来，用一根手指轻轻碰了碰孩子的手背，嗓音比平时轻了许多。这么小，你小时候也这么小？他想了想，好像是。我们商量了很久，给他取什么名字，最后定下来叫陆暖暖。说不上什么道理，就是念着顺，听着是那种让人放心的感觉。满月那天，陆星爷把孩子抱到院子里，站在向日葵边上，让他对着太阳。向日葵开得正好，脑袋大的压弯了筋，随风轻轻摇着。孩子还不会聚焦，睁着眼睛乱看。陆星也低头跟他说话，语气轻得像怕把他吓着。看，向日葵，你妈妈喜欢的。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拿着一杯温水，看他们两个。阳光把院子填满了，把向日葵填满了，把他的肩背填满了，把孩子圆嘟嘟的小脸也填满了。风从槐树那边吹过来，把向日葵吹得一起一伏，哗啦啦的响。我靠着门框，低头喝了一口水，心里静得像一潭深秋的湖面，没有风，没有皱褶，只有温热的阳光落下来，一圈一圈荡开。